欢迎打开我的任意门。你是否梦想过站在罗马竞技场前，感受千年历史的壮丽，或是在威尼斯搭上贡多拉，看夕阳洒落在水面上？还有藏在山海之间的五渔村，以及热情洋溢的西西里岛。如果你准备第一次踏上意大利，或想走得比别人更深入，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支影片，为你整理了超过20个意大利必去景点，从经典到冷门，从北玩到南，一次看完意大利的所有魅力。我们的第一站是罗马，这座被誉为永恒之城的地方，拥有超过2000年的历史。其中最具指标性的景点，非罗马竞技场莫属。罗马竞技场建于公元72到82年间，是由维斯帕先皇帝下令修建，在其儿子提图斯在位期间建成。这座宏伟的古迹位于意大利的罗马市中心，是古罗马帝国的重要象征。这座竞技场曾经是古罗马最大的圆形广场，可以容纳5万到8万名观众。当时用来进行角斗士比赛和狩猎表演，成为罗马人的重要日常娱乐。在不少电影或电视剧内都会看到这样竞技搏斗的画面。一直到西元523年，这样残忍的搏斗表演才被完全禁止。罗马竞技场以其宏大的规模和精湛的建筑技术著称。它的外墙由3层圆拱结构组成，每层由80个拱门构成。这些拱门不仅美观，还提供了结构上的支持。竞技场内部设有复杂的地下通道和机械设备，用于快速变换场景和运输野兽。这些设施展示了古罗马人在工程和建筑方面的卓越才能。仔细看，还能看到每个拱形出入口都有编码，方便入场看表演时，在外围走廊就能快速找到自己的座位。要知道，当时罗马竞技场表演时，最高会挤进6万5千名观众，进出场的动线管理绝对是一大考验。可以想见古代罗马人的智慧。竞技场位于罗马市中心，可以乘坐地铁 B 线到 Colosseo 站下车，步行即可到达。门票可以提前在网上购买，避免现场浪费很多时间排队。而最佳参观的时间，建议选择早晨或是下午晚些时候，这样可以避开游客高峰期，并且在黄昏时分看到竞技场被夕阳照亮的壮丽景象。在参观竞技场之后，可以顺道参观旁边的古罗马广场、帕拉提诺之丘，这些都是古罗马时代的重要遗迹。罗马竞技场即便经历了2000多年的风雨，依然屹立不倒，成为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走进罗马市中心，一定会听见水声与人群的惊叹声，那就是意大利最梦幻的打卡地标——特雷维喷泉，也被大家昵称为罗马许愿池。这座气势非凡的喷泉是巴洛克艺术的经典之作，由设计师尼可拉·沙维操刀，以海神凯旋为主题，把大海的奔腾与神话的浪漫通通雕进石头里。高25.6公尺，宽近20公尺，它不只是罗马最大的喷泉，更是全世界最壮观的巴洛式喷泉。而让它声名大噪的，还有一段美丽的传说。从古罗马士兵出征前投下硬币，祈求平安归来，到电影《罗马之恋》中，1枚币重返罗马，2枚币梦想成真，3枚币爱情修成正果，让这座许愿池成为恋人与梦想者的心灵据点。
在罗马市中心有一个全球最小的独立国家梵蒂冈，是天主教的精神中心，国土面积只有0.49平方公里，人口不到1000人。虽然小，但它却拥有世界最大的教堂与珍贵的艺术宝藏。圣彼得大教堂是世界上最大的天主教教堂，也是建筑与艺术的完美结晶。进入教堂免费，但排队通常会很久，建议一大早就来。教堂中米开朗基罗设计的大穹顶则需付费才能登顶。有2种收费方式，比较便宜的是全程自己爬551层阶梯，费用是8欧元。另一个选项是先搭电梯，再爬320层阶梯，这是10欧元的费用。登顶后可以俯瞰整个梵蒂冈与罗马市的景色，十分壮观。梵蒂冈博物馆绝对称得上世界上最伟大的博物馆之一。2024年的参观人次达680万人，排名全球第2，仅次于罗浮宫。强烈建议线上预约门票，省下排队买票的时间。博物馆非常大，建议至少要预留3小时参观。其中拉斐尔画室收藏了拉斐尔的名作《雅典学院》，十分壮观。而最吸引游客的绝对是西斯丁礼拜堂，这里就是米开朗基罗历时4年完成的巨作《创世纪》的所在地。参观完博物馆后，由螺旋楼梯走出这座艺术殿堂。这个美丽的楼梯也成了梵蒂冈博物馆热门的拍照打卡地点。下一站，我们来到艺术之都佛罗伦斯。这座城市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拥有无数的艺术珍宝和壮丽的建筑。佛罗伦斯曾经长期处于麦地奇家族控制之下，是欧洲中世纪重要的文化、商业和金融中心。首先，我们来到的是佛罗伦斯最著名的地标之一——圣母百花大教堂。这座教堂以其巨大的圆顶和华丽的外观而闻名。兴建于13世纪末，到最后圆顶落成，总共花了140年的时间，依然是今日世界最大的砖造圆顶。百花大教堂在1412年献给花之圣母玛利亚，其花是指圣洁的百合花，也是佛罗伦斯的象征。立面及外墙以白、绿、粉红3种颜色的大理石拼合而成。接下来我们会参观乌菲兹美术馆，这是佛罗伦斯最重要也是最古老的美术馆，参观人数是全球前3。这里展示了包含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以及达文西的天使报喜。除此之外，米开朗基罗最负盛名的作品《大卫像》则存于美术学院。佛罗伦斯的老桥是另一个不能错过的景点。这座桥横跨阿诺河，两旁有着珠宝和金饰的店铺，是拍照和购物的好地方。如果说世界上有哪座城市是为恋人而生的，那一定就是威尼斯。这座漂浮在水上的梦幻城市，没有汽车，只有水道、贡多拉，还有数不清的桥与迷宫小巷。如果说威尼斯是一场建筑与艺术的盛宴，那么总督宫肯定就是这场盛宴的开场序曲。这栋哥德式与拜占庭风格交织的宫殿，过去可是威尼斯共和国的权力核心。它的拱廊优雅大气，每根柱子上的雕刻都细腻的惊人。说到这里，你有没有觉得哪里很眼熟呢？传说中 LV 的经典花卉图腾灵感，正是来自这座宫殿的回廊设计。出总督宫，眼前就是热闹非凡的圣马可广场，被拿破仑称为欧洲最美的客厅。这里集结了威尼斯最重要的景点：圣马可大教堂、
钟楼、叹息桥、精品街，通通都在周边。小巷弄里更隐藏着数不清的咖啡馆与纪念品店。再来，一定要抬头看看那座圣马可钟楼。这座高楼最早建于12世纪，当时其实是座航海用的灯塔。现在游客可以搭电梯上观景台，俯瞰整个西湖城市的360度美景。接着就是让无数情侣想要合照的叹息桥，它其实是连接总督宫与监狱的小桥。当年犯人经过这里，是最后一次看到阳光，也难怪会叹口气。现在这座桥反而成了最浪漫的打卡地标。最后，我们来到大运河上的主角雷亚托桥，这可是威尼斯最古老也最具代表性的桥梁，超过400年历史，文艺复兴风格浓厚。桥上两侧有观景步道，中间则是满满卖纪念品的商店。从桥上看夕阳，看水上交通穿梭，是游客眼中最经典的一幕。如果预算够，一定要体验一次贡多拉船。虽然价格偏高，80到120欧元不等，但那种穿梭在狭窄运河之间，专属于威尼斯的异国风情，可是在别的地方体验不到的哦。自从看了电影《神鬼战士》后，就对托斯卡尼的美深深向往。这片意大利中部的浪漫之地，宛如从文艺复兴的画作中走出来的梦境。这里拥有如诗如画的山丘、葡萄园与古老的石造城镇，承载着数百年的历史与艺术。在托斯卡尼地区最知名的建筑非比萨斜塔莫属，无论是拍一张扶住斜塔的趣味照片，还是登上塔顶俯瞰城市美景，都是难忘的体验。这座钟楼原本只是比萨主教堂旁的附属建筑，没想到在动工没多久，地基就松了，塔身慢慢倾斜，结果一倾就倾出了名气，变成整个城市的灵魂象征。但比萨不止一座塔，这里的奇迹广场更是一整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的建筑群。白色大理石打造的大教堂、洗礼堂，加上绿油油的草地和那清澈蓝天，怎么拍怎么像明信片。提到米兰，大多数人第一个想到的是时尚名牌伸展台。没错，这里是意大利最有态度的城市。作为世界时尚之都，米兰不只走在潮流最前线，它还完美融合了历史与现代。第一站绝对不能错过的就是那座让人一见倾心的米兰大教堂。这座哥德式大教堂足足花了600年才完工，全白大理石打造的尖塔像羽毛一样往天际延伸，精致的让人屏息。走上教堂屋顶，你可以近距离欣赏每一尊圣像的雕刻工艺，还能眺望整个米兰市景。天气好的时候，甚至能够远望阿尔卑斯山呢。教堂旁边就是意大利最美的购物长廊——艾曼纽2世拱廊。这里可是世界上最早的购物中心之一，玻璃圆顶、镶金马赛克地板，每走一步都像踏在艺术品上。Gucci、Prada、LV全在眼前闪闪发亮，就算不买，光是拍照就能感受到米兰的华丽气场。不过，米兰的魅力不只在外表，这里还藏着艺术史上最重要的宝藏之一——达文西的《最后的晚餐》。这幅旷世巨作就在圣玛利亚感恩修道院里，如果要参访，记得提早好几周预约。限时参观，控管人数，就是为了保护它的原貌。紧接着，我们来到意大利南部的阿马菲海岸，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海岸之一。
并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它以壮丽的悬崖、彩色房屋和蔚蓝的地中海风光闻名，是无数旅人的梦幻目的地。当第一缕晨光轻轻拂过阿马菲海岸，那座悬挂在峭壁上的梦幻小镇便如诗如画般的苏醒。这里是波西塔诺，一座宛如从神话中诞生的绝美天堂，被誉为阿马菲海岸最美的小镇。五彩缤纷的房屋依山势而建，层层叠叠地延伸至海岸边。当你走向大沙滩，视野豁然开朗，碧蓝的地中海在阳光下闪烁着粼粼波光，色彩缤纷的阳伞点缀着金色沙滩。悬崖上层层叠叠的房屋映照在海面，小镇以弯月形环抱着大沙滩，构图绝美，犹如大师笔下的油画。圣母升天教堂被附近七彩的小屋包围着，其拜占庭风格的金色圆顶成为波西塔诺的地标。若想要避开盛夏的拥挤人潮，最适合来访的季节是5月或9到10月。这时波西塔诺气温宜人，微风轻拂，正适合细细品味这座小镇的浪漫。如果开车技术好，不妨租车自驾，沿着蜿蜒的道路，每一个转弯都能看到不同的海岸风光。离波西塔诺仅有半小时车程的阿特拉尼是意大利最小的城镇之一，面积仅有 0.2 平方公里。其魅力在于保存良好的中世纪结构建筑。阿特拉尼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曾经是贵族们的度假胜地。尽管小镇面积不大，但它狭窄的巷弄、石阶和古老的建筑，完美呈现了传统的意大利海岸村庄风貌。最令人惊叹的是，阿特拉尼就像一个天然剧场，房屋依山势而建，白色建筑层层堆叠，俯瞰着湛蓝的地中海，仿佛一幅活生生的画作。离海岸不远处有个梦幻小岛卡普里岛，可以从那不勒斯搭乘渡轮前往，航程约45分钟。卡普里岛凭借着碧海蓝天、壮丽的峭壁与奢华的气息，吸引了名人与游客前往。在罗马帝国时期，这里曾是罗马皇帝的私人度假胜地。卡普里奇岩位于岛的南岸，这3座壮丽的岩石柱从碧蓝的地中海中傲然耸立，是卡普里最具代表性的自然奇景。除了在岛上俯瞰欣赏，更推荐搭乘游艇近距离感受它的美，并从天然海蚀洞下穿过，据说可以带来好运哦。接着我们来到意大利北部的多罗米提山。多罗米提山拥有极其独特的地貌，山体主要由白色和粉色的白云岩构成，其中又以刀锋山最为吸睛。壮丽如刀锋般的山脊线，像极了从大地中凸起的奇幻城堡。远远望去，山峰如同一座巨大的屏障，直入云霄，与蓝天和白云形成强烈对比。站在山顶，你可以360度俯瞰多罗米提群山的壮观景色，无论是云海翻涌，还是日落余晖，这里的每一刻都宛如画作般迷人。接下来，我们来到意大利北部5渔村中最具诗意的小镇马纳罗拉。这个拥有数百年历史的小渔村，以其彩虹般缤纷的建筑和惊心动魄的悬崖美景闻名于世，是意大利最受欢迎的摄影胜地之一。不仅是一个视觉上的飨宴，更是充满历史与文化的小镇。它是5渔村中最古老的村庄，早在12世纪就已经存在。这里的居民大多以捕鱼和种植葡萄为生。码头区是观赏海岸景色的最佳地点，
还可以看到当地渔船的日常生活。如果是夏天来访，甚至可以加入当地人跳进清澈的海水中畅泳。来到马纳罗拉，必须走一走这条爱之路，它连接着马纳罗拉和隔壁小镇奥马焦雷，沿途是地中海的壮丽景色。特别在黄昏时分，夕阳将整片海岸染成金黄色，浪漫的气氛让人流连忘返。马纳罗拉被誉为画家的天堂，这里的自然光线和色彩对比，让许多艺术家驻足创作。当夜幕低垂，五彩的房屋在柔和的灯光照耀下，仿佛变成了一幅充满生命力的画作。房屋依山势而建，层层叠叠地俯瞰着地中海，灯光倒映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散发出温暖且迷人的光芒。田上的葡萄园至今仍然出产当地著名的白葡萄酒，深受饕客的喜爱。无论是漫步于蜿蜒的小巷，品尝当地的葡萄酒，还是在悬崖边静静观赏地中海的绝美日落，这里都能让人忘却烦忧，体验纯粹的浪漫与惬意。希尔苗内，这个位于加尔达湖畔的小镇，是许多人心目中的秘密天堂。从米兰出发，只需要1个半小时的车程就能抵达这个梦幻般的地方。希尔苗内的亮点之一是那座13世纪的中世纪城堡，部分城墙浸没在加尔达湖的蓝色湖水中，给人一种神秘而壮丽的感觉。登上城堡的塔楼，可以俯瞰整个城市的美景，碧波荡漾的加尔达湖。走在这座古城的街道上，仿佛时光倒流，你会发现有许多迷人的小店和餐厅，每处都充满着浓厚的历史气息。蓬扎岛是个面积仅有7平方公里的意大利小岛，居民只有几千人，一直以来是意大利最富有家庭的秘密度假地点。位于罗马和那不勒斯的海岸外，这里有着美丽的海湾、神秘的洞穴和色彩缤纷的房屋。享受这个岛屿的最佳方式是乘船环岛，感受清澈的海水和迷人的海岸线，让你流连忘返。蓬扎岛4季皆美，但9月到10月中是最好的旅游时节。锡恩纳是意大利最美丽的中世纪城镇之一，老城区在1995年被联合国文教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锡恩纳的田野广场也被称作贝壳广场，是欧洲最大的中世纪广场之一，周边环绕着市政厅、曼吉亚塔楼以及许多的咖啡厅、纪念品店等设施。每年7、8月的赛马节，就让马沿着扇形外围跑，届时活动热度将沸腾到最高点。活动期间也会涌来各地的观光客。广场中高耸的曼吉亚塔楼建于1325年，塔高102公尺。
希尔纳主教座堂开始兴建于12世纪，是全世界唯一未完成却也没有要继续兴建的教堂。当时为了和佛罗伦斯圣母百花大教堂比拼，一度将教堂扩建。科莫湖是意大利的第3大湖，湖水深达400多公尺。湖面的特别之处为英文字母倒 Y 的形状。坐落于科莫湖东岸的瓦伦纳，绝对是湖畔最美的小镇之一，拥有色彩缤纷的建筑、蜿蜒的小巷、宁静的湖畔步道以及浓厚的意大利风情。比起热闹的贝拉礁，瓦伦纳更显得静谧优雅，适合放慢脚步，细细品味。来到瓦伦纳，一定要沿着爱之步道散步。这条湖畔步道宛如一条悬挂在湖面上的长廊，红色铁栏与湖水的湛蓝形成强烈对比，景色美得令人屏息。瓦伦纳的房屋依山傍水，层层叠叠，色彩缤纷，从远处望去就像是一幅水彩画。漫步在小镇的石板路上，每一个转角都是惊喜，或许是一家充满复古气息的咖啡馆，也可能是一处开满鲜花的阳台。瓦伦纳不像米兰、威尼斯那般喧嚣，也没有罗马的壮阔遗迹，然而它用最简单纯粹的美，打动每一位造访的旅人。在意大利的利古雅海岸，有一座宛如梦境的海港小镇菲诺港，这里是欧洲贵族与明星们钟爱的度假胜地，也是世界上最迷人的渔村之一。彩色房屋沿着碧蓝的海湾错落而建，游艇静静停泊，海风轻轻拂过棕榈树，带来阵阵咸咸的海洋气息。来到诺菲港，最吸引人的便是这个五彩缤纷的港湾。这里曾是宁静的渔村，如今则是奢华与优雅的代名词。漫步在石板小巷间，你可以看到精品店、高级餐厅与历史悠久的咖啡馆，让人流连忘返。最后，我们来到意大利最大的岛屿西西里。巴勒莫是西西里岛的首府，这座城市拥有超过2700年的历史，曾被腓尼基人、罗马、阿拉伯、诺曼人统治。城市的每一处都像是一座时光博物馆。普雷托利亚喷泉，这个喷泉原本位于佛罗伦斯的圣克莱门特宫花园内，之后才被卖到巴勒莫。为了方便运送，喷泉被拆成600多件运来，再重新组装在这个广场上。四角广场又名四首歌广场，在旧城区的中心点。广场是八角形的，四面是街道，街口4个角是巴洛克风格的半弧形立面建筑。如果从天宫俯视，就是一个圆。4座建筑的雕塑全部对称，共有3层，从下至上分别是代表4季的喷泉、西西里的4位西班牙国王以及巴勒莫的4位守护者。
诺曼王宫是全欧洲最古老的皇宫之一，从9世纪阿拉伯人统治开始，历经诺曼王朝、拜占庭，再到今天，这里一直都是权力中心。现在甚至还是西西里议会的所在地。走进来你会发现，这里跟印象中的欧洲宫殿很不一样，因为它融合了阿拉伯的艺术、拜占庭的马赛克，还有诺曼人的建筑设计。其中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帕拉提纳礼拜堂，墙上全都是金色马赛克拼出来的圣经故事，每一幅都十分精致，闪闪发亮。抬头一看，天花板是阿拉伯木雕穹顶，每个角落都充满了细节。这3种文化完美融合的设计，全世界真的很少见。因此，在2015年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真的非常推荐花2-3个小时来这里走走，不只可以欣赏艺术之美，还能穿越1000年的历史长廊，感受那种帝王与宗教并存的壮丽氛围。下来，我们来到西西里岛的北岸，一座依山傍海的美丽小镇，这里就是切法卢。切法卢的魅力不在于繁华，而在于它的安静与纯粹。红瓦屋顶错落有致，小巷蜿蜒曲折，老城石板路，轻声细语的当地人，以不疾不徐的生活节奏。小镇的心脏是那座宏伟的切法卢主教座堂。这座12世纪的诺曼式教堂由国王罗杰2世下令建造，传说是在他一次海难后，为了感谢上天保命所许下的承诺。如果你愿意爬上一旁的巨岩，沿途是橄榄树与野花，山顶则是无敌的视野。从那里望下来，整个切法卢像是静静躺在地中海的怀抱里，海风轻拂，时间仿佛暂停。意大利知名导演朱塞贝·托纳多雷就是出生于切法卢，他曾在这里拍下电影《新天堂乐园》，得过1990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被列为一生必看的100部电影。切法卢不只是风景宜人，更像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慢下来，看风景，好好呼吸。陶尔米纳，西西里岛最美丽的山城，被誉为地中海的阳台。红瓦屋顶错落在苍翠山峦之间，湛蓝的伊奥尼亚海在阳光下波光粼粼，一切美得像从画中走出来。而这座天堂般的小镇，正是美剧《白莲花大饭店》第2季主要的取景地。剧中那座充满奢华与诱惑的白莲花度假村，正是这座拥有400多年历史的圣多明尼克4季酒店。这里曾经是修道院，如今化身为西西里最奢华的度假胜地，拥有无敌的海景露台、拱形石柱回廊与无边际泳池，让人一秒沉浸在戏剧的情境之中。然而，陶尔米纳的魅力远不止于奢华，它还是一座充满文化与历史的小镇。最令人惊叹的，非这座古希腊剧场莫属。建于公元前3世纪，这座剧场至今仍在举办音乐及戏剧表演，背景则是壮丽的埃特纳火山以及无垠的地中海，仿佛天地间最完美的舞台。如果想远离尘嚣，来到陶尔米纳的贝拉岛，一定会让你十分惊艳。这座小岛与本岛之间的细沙步道，随着潮汐时隐时现，
仿佛通往梦幻世界的桥梁。这里的海水清澈见底，是浮潜与海滩度假的天堂。接下来，我们造访位于陶尔米纳西南方的埃特纳火山，这是全欧洲最高的活火山。由于地处欧亚板块和非洲板块交汇处，一直活动频繁，为世界上爆发次数最多的火山之一。对当地人来说，它不只是一座火山，更是一位与西西里共生共存的古老守护者。火山之上，黑色火山岩与楚红熔岩交错，大地斑驳皲裂，像是经过千万次呼吸与怒吼。虽然时常喷发，但在这样的原始力量中，反而让人感受到一种超越时间的静谧与庄严。可以跟团参加一日游行程，直接从陶尔米纳或卡塔尼亚出发，有专车接送，当天来回。优点是无需自己开车，有专业的导游讲解地质、生态与神话故事。通常会搭缆车与4轮驱动车来到海拔约2500公尺，再慢慢健行到较高处的火山口附近。适合想要体验壮观火山地貌，但不想要迷路或是太累的人。如果想要挑战专业徒步健走，则可选择由专业火山向导带队，会攀爬至主火山口附近，最高可达3300公尺，约需4到5个小时，风景十分壮丽，但体力要求高。从埃特纳火山南下，我们来到一座宛如时光凝结的巴洛克小镇诺托。这里被誉为巴洛克建筑的珍珠。走在街道上，每一座教堂、每一座宫殿，都像是从18世纪直接搬来的艺术品。最不能错过的就是气势恢宏的诺托大教堂，它坐落在阶梯之上，外观壮观，内部优雅，是整座城市的灵魂象征。无论白天或是傍晚，阳光洒在教堂立面上，都会呈现出不同的金色层次，美得像电影场景。还有，一定要去小巷子里探险，这里有许多艺术工作室、手工皮件店，还有在地的甜点店，让人流连忘返。像是西西里岛有名的杏仁甜点、冰淇淋和卡诺里，在诺托吃特别有风味。如果你在5月底来，还能碰上最梦幻的年度盛会花卉节。整条街会被艺术家用花瓣铺成巨大的地毯画，每一幅都美到令人屏息，真的很像走进了花的万花筒。诺托不大，但有种让人静下来的魔力。这里没有大城市的喧嚣，却有浓浓的历史韵味与生活步调，是一种慢活的浪漫。圣殿之谷是西西里岛最壮观的古希腊遗址之一，它位于阿格里真托，1985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以其壮观的古典建筑和悠久的历史吸引游客。建于公元前6到5世纪，当时阿格里真托是古希腊殖民地阿克拉加斯的重要城邦。这里的神殿象征着该城市的繁荣与宗教信仰，其中康科迪亚神殿是保存最完整的神殿，拥有34根壮观的柱子，受到良好的保护。阿格里真托的神殿之谷是西西里岛最震撼的古迹之一，不仅能欣赏到希腊文明的辉煌，也能沉浸于千年历史之中。如果你对古希腊建筑与神话故事感兴趣，
这里绝对是必访之地。希望你喜欢这期影片，请订阅、按赞、分享并开启小铃铛，你的鼓励就是我持续创作的动力。我们下期见喽，拜拜。